辉宝今天泡在泳池里给自己洗澡了，这是辉宝第一次真真正正的给自己洗澡。以前的时候都是从水池里走过去就完事儿了，这次辉宝坐在小泳池里给自己洗得很是认真，而瑞宝此时则在小树上看着，洗完前面再给自己洗洗后背，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冲洗干净才行。一会儿泡完澡，辉宝来到阳光直射的小亭子上，躺在上面给自己晒干，很是懂得照顾自己。而瑞宝这时趁妹妹晒太阳时跑来跟妹妹打闹玩耍，辉宝一边晒，瑞宝还帮着一边用自己身体擦。一会儿回家后都不用爷爷帮忙收拾了。老宋头这时来到园区，只是清理了一下被夹在小亭子缝隙里的青团，而姐妹俩则就这样挂在树上静静地看着。姐妹俩睡醒后又来到了他们许久不来玩的小汽车里，因为瑞宝、辉宝听到老宋头最近要给自己小汽车卖掉，所以姐妹俩现在要表现的自己对小汽车还有留念，还很喜欢的样子，怕明天一早起床小汽车真的不见了。玩耍一会儿后，爱宝来到园区，姐妹俩此时已经饿坏了，一起来到妈妈怀里开始吃饭。瑞宝、辉宝这一天过得很是充实。宝、辉宝妥妥表面塑料姐妹情，当有人在时，姐妹俩的相处都和和气气的。而当爷爷或者姨母一走，姐妹俩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斗。今天辉宝给瑞宝揍惨了，辉宝给瑞宝从小滑梯上一路揍到小泳池里，最后给瑞宝揍的跑到姨母的通道门口前，辉宝告状。今天在树上睡了一上午的辉宝，到了中午时从树上下来了。辉宝从树上下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妈妈。此时爱宝正趴在小亭子扶手上睡觉，辉宝来了爱宝身边后就往爱宝怀里钻，爱宝没有阻拦辉宝，而是一下被辉宝抱进了怀里。爱宝的性格和脾气真是太稳定了，而一旁的瑞宝也没有吃醋，自己趴在一旁玩着自己的。不过辉宝这里钻进妈妈怀里后就不太好出来了，辉宝被爱宝扯的皮套都快松了。辉宝心想，真是大意了。辉宝得到了妈妈的宠爱后，又觉得自己是老大了，又不拿姐姐当回事儿了。辉宝跑到瑞宝身边后，一屁股就坐在了瑞宝的身上。辉宝知道坐在瑞宝身上软乎，瑞宝不想让辉宝坐，辉宝还不愿意，于是便给瑞宝打了一顿，最后还给瑞宝推下了小亭子，之后便不让瑞宝上来了。辉宝这不讲理的模样，给宝家成员开辟了一个新的印象。姐妹俩从小亭子上一路打到了滑梯上，之后从滑梯上下来后又去到了小泳池里。瑞宝这里大部分都是挨揍的状态。下午下班点到了，瑞宝这里没等姨母喊自己就往家走了。可怜的瑞宝跑去了通道门口找姨母告状，告诉姨母今天妹妹是怎么欺负自己的。而当事人辉宝此时正在树上呼呼睡大觉，看来是打架打累了。而爱宝这里此时也正在睡觉，合着今天的痛苦都让瑞宝自己承受。瑞宝就是不出外场，这倔脾气都快给爷爷愁成孙子了。瑞宝小手抓着小树，嘴上咬着麻绳，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对去室外园区的抗拒。而将爷爷就这样在后面拽着瑞宝的屁股，就看谁先放弃。瑞宝让爷爷赶紧走，表示自己下定决心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。而与瑞宝不同的是，辉宝早上早早的就期待着去室外了。辉宝早上和妈妈一起挤在通道门口，喊爷爷给自己开门。一会儿辉宝出室外后才反应过来，今天好像少了一个人，姐姐没有出来。瑞宝、辉宝姐妹情深，辉宝想起姐姐不在后，心里一直放不下姐姐，一直在回室内的门口兜兜转转，期待着姐姐出来。但对于银杏叶辉宝，还是要先打上标记再说。时间久了，一直等不到姐姐出来的辉宝都想要回去了。第一次看到辉宝跟瑞宝的这种分离焦虑，急得辉宝都在爷爷的出入门口开始逃动了。辉宝站起身，试图通过门上的窗户看看里面的情况，但是奈何辉宝现在的腿还有点短。而爱宝就不一样了，此时的爱宝吃的那叫一个开心。今天早上的辉宝注意力一直在通道门口，不管辉宝干什么，眼神一直都没离开过通道门口，这给辉宝焦急的。还好以后独立，姐妹俩也不会分开，这要是姐妹俩分开了，姐妹俩为了找到彼此，不得给园区翻个底朝天。而江爷爷为了瑞宝、辉宝姐妹俩见面，还在室内园区努力着。辉宝为什么比瑞宝胖也是有原因的，江爷爷刚喂过盆盆奶，辉宝这里又来到了爱宝这里继续吃奶。辉宝扑在妈妈怀里，小嘴咂巴个不停。瑞宝这里只顾跟爷爷玩，瑞宝感觉不到饿的话是不会吃东西的，而辉宝这里则是不感觉到撑是不会停的。姐妹俩刚好相反，爱宝走去哪，辉宝就跟去哪，一直吃到给自己吃撑为止。爱宝一边喂辉宝，自己也要一边吃东西。而此时隔壁房间的乐宝又在转活了，爷爷拍到了乐宝正在方便的画面，但乐宝看到奶爸后还特意翘起了腿，故意对着奶爸。
乐宝有点过于客气。而这周江爷爷还回应了关于瑞宝辉宝室外园区的噪音问题。江爷爷借举爱宝现在正惬意拉青团的样子，表示爱宝此时的状态就可以回复这个问题。这些声音对爱宝和瑞宝辉宝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爱宝舒服着呢。一会儿，爱宝在室外园区睡着了，爷爷担心的表示，爱宝不要睡在室外，要是被陌生人抱走了怎么办呀？爷爷担心他这宝贝女儿被人抱走，不过这个担心是多余的，毕竟乐宝一直都在室外睡，给别人去抱。当然，爷爷这个担心一部分也是因为爱宝是有这个魅力的。最后，江爷爷还表示，爱宝和乐宝的健康管理层面又加入了新的训练环节，不仅只会测血压了，而且为了保爱宝加了更健康的血压管理，让大家们不用担心爱宝和乐宝的血压问题。饲养员们一直都有在好好照顾爱宝和乐宝。宝此时的房间宛如一片竹林，里面是爱宝和瑞宝辉宝昨晚的战斗成果，而护栏前面的竹子是今天早上爷爷搬来的新竹子。不仅这个房间这样，另外一个房间也是如此。此时瑞宝已经吃撑了，正惬意的躺在竹子堆里，小肚子吃得白胖白胖的，直到看到爷爷来了，这才起来活动了活动。没一会儿，辉宝这里又开始整活，对着爷爷就撅起了屁股，开始铲青团。姐妹俩铲青团还有分工排队，辉宝刚铲完，瑞宝接上了，只不过瑞宝是躺着铲的，这样铲青团或许更舒服。宝家吃饱饭后就到了上班时间了，这时江爷爷还不知道一会儿要发生什么。江爷爷此时心情还无比的开心，表示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。当太阳升起到一天当中的最高点时，也就是瑞宝辉宝该回家时，江爷爷才开始意识到今天有些不平常，因为姐妹俩今天有点不太想回家。起初是辉宝，后面是瑞宝，辉宝爷爷哄了哄就回去。而轮到瑞宝时，瑞宝今天根本没给爷爷放在眼里。开始爷爷还让爱宝劝瑞宝下来，但爱宝试过后发现自己的话对瑞宝来说也不管用了。孩子大了，现在自己根本管不了，反而感觉爱宝坐在下面喊瑞宝的这个样子还很可怜。直到时间来到傍晚，天都黑了，游客都走完了，瑞宝这里还不打算下来，两个爷爷在树下急得团团转。不过最后结果是好的，只见江爷爷抱着瑞宝晃晃悠悠的就走回了室内园区。晚上回家后，瑞宝并没意识到自己今天干了什么，依旧很调皮，还想抢姨母手里的相机。爱宝这里看不下去了，给瑞宝制服在地，替奶爸教育了一顿瑞宝，而爷爷则在一旁辅助爱宝，让瑞宝以后一定要听妈妈和爷爷的话，同时夸赞爱宝真是一个合格的妈妈。爱宝也没有太严格的批评瑞宝，毕竟这个年纪正是贪玩的年纪。说着说着，爱宝就将瑞宝抱进了怀里，又对其宠溺了一番。爷爷在先为乐宝应援，让游客们别只顾看瑞宝辉宝，去看看乐宝。乐宝在江爷爷心里有着很大一个位置，手机壁纸或锁屏必须得有乐宝的一张。而此时爱宝和瑞宝辉宝这里都在睡觉，爱宝今天没有睡在室外，但睡在了空调口下面。虽然已经是冬天了，但是对大熊猫来说，因为有着厚重的毛发，这个天气还是有点热的，而空调出风口下面会让爱宝感觉到温度正好。当然睡在室外爱宝更舒服，但是为了不给奶爸添麻烦，爱宝都是回室内睡，而瑞宝辉宝这里依旧是睡在他们俩的小树上。爱宝去室外后，将爷爷又扛了新竹子来室内园区，姐妹俩整齐的向下，看着小脑袋，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，等待着爷爷给自己投喂小零食。小零食吃上后，姐妹俩依旧探着小脑袋在慢慢的咀嚼着，而将爷爷这里则又给姐妹俩插了一捧新竹子。安排完瑞宝辉宝后，一会儿江爷爷又出来为乐宝应援，站在乐宝园区前拍摄着乐宝，这一行为也引来很多姨姨们过来一起拍摄。江爷爷这是在给乐宝分流呀，把自己的流量转移到乐宝的身上。宋爷爷给乐宝堆的金黄色落叶还在园区，乐宝今天在园区吃饱喝足之后，来到了宋爷爷给他插的小花前面。乐宝从里面挑了一根出来，拿起来闻了闻，察觉到不能吃后又给其扔了，之后又肆意的翘起腿对着姨姨们，能吃能拉就是奶爸的好蛋儿。